大家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将学习牡丹花苞的画法。首先进行调色，我们用毛笔调白粉水，然后再调朱标，最后调玫瑰红。这个颜色要浅一点。我们首先呢，在纸上运笔，从左往右推笔，慢慢的推笔，可以点。不够大的时候继续推，这个花瓣就画得非常漂亮了。3笔1个半啊。继续补充一下颜色，我们接着画侧瓣，从左往右推，推的时候稍微往下压一下，笔尖深的地方跟深的地方衔接，继续补充颜色。颜色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笔呀，也可以转动转动。紧接着我们要把这个花苞包起来，画右侧的侧瓣，从右往左推，从左往右推，增加这个花瓣的这个长度。如果想这个花瓣呢画得更大一点，我们这个运笔可以往右平开，多画几笔。我们可以画双层的，画的时候笔尖呢稍微的往右画个弧形。继续画第2层的花瓣，画的时候要把第1层的这个花瓣的这个造型稍稍的切出来一点点就可以。紧接着继续画侧瓣，画的时候根据花头的趋势进行运笔。我们这个花头的方向呢是向右上方的，所以我们的花瓣呢尽量呢沿着这个花苞的趋势来走。像这个地方呢有个大缺口，我们可以继续画反瓣，把它包起来，层层叠叠的，一层一层的包起来，画反瓣居多。继续运笔，从右往左。像右边的侧瓣呢，一般都是从右往左，左边的呢从左往右。到中间的地方呢，我们用正瓣深一点的，把它给包起来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一朵漂亮的花苞呢，就已经包好了。剩下的我们只需要多调一点玫瑰红，笔尖稍稍的调一点牡丹红。我们继续把所有的正瓣呢都画出来。那么这一朵花苞呢就画出来了啊。画的时候像这种运笔啊，笔尖水分要少一点，颜色要多一点点，深一点点。画正瓣运笔的时候稍稍的滚一下这个笔肚子，那么画出来这个花瓣呢就会有一点点这个弧形，透视感也比较好，由大到小。然后中间这种留白的地方再加一点点深的颜色去填充一下就可以。那么这些深的这些外面这种正瓣画大一点点，颜色要丰富一点，朱标啊、玫瑰红啊、牡丹红啊、胭脂呀都可以调一点点，尽量让这个颜色呢丰富、饱满、滋润。这就是画这种半开花苞的这个特点，颜色是最主要的，把颜色调匀。那么这些外面这种大的瓣呢，这个笔全部卧倒，从左往右推。如果笔不够大，可以往外提一提，接着再补充一个，叠加一下就可以。
继续补充颜色。中间留白的地方呢，可以稍稍的用重的颜色勾一下，修整一下就可以。像这种大瓣呢，我们先可以画正的大瓣，然后可以在边上稍稍的勾画一个小瓣作为它的反瓣，继续把其他的大瓣都画出来，从内往外推也可以。颜色不足的时候要及时去补充颜色。像这种后面我们可以继续来一个大的花瓣，重要的是把颜色再调深一点点。那么这个花苞呢，这个姿态已经很美了，基本上就可以画完了。那这外面那些缺口呢，还可以继续加，如果你想加还是可以继续加，也是尽量画大一些啊。最外层的花瓣呢，特点就是要大，内层的花瓣的特点呢就是紧密，颜色深，外层就是散开，颜色呢淡一些。但不论是内层的还是外层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尽量颜色要调的滋润一些，颜色重一点啊，稍微重一点点就可以。那么这样显得这个颜色就饱满。但是底色一定要调厚实一点，因为只有底色调厚实一点，我们再调其他的这个颜色呢，过渡的会比较唯美一点嘛，比较自然一点点。继续补充颜色，这个缺口的地方要继续补一个大的啊，从左往右推的时候稍微的比较要深一点点，推出这种花瓣的这种动感姿态来。可以一笔不足再补一笔，2笔都可以。画的时候尽量的这个自然一点，尽量使这个花呢包的圆一点，有一些地方还是留一些缺口，像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切一下，那该留缺口的地方留，尽量不要给它包圆。用胭脂色把花心切出来，切的时候注意外瓣的这个造型，外瓣的造型稍微留一点点锯齿啊，留一点花瓣的这个纹理呀，还有缺口啊。然后花心其他的地方呢，你可以用胭脂直接平涂。那么这一朵呢是紫色的，我们用的颜色是底色白粉水调蒙紫调玫瑰红，暂时没有用到胭脂啊，最深的地方就是玫瑰红。先也是画定位花瓣，然后再画两边的侧瓣，用笔呢稍微碎瓣一点啊，碎瓣偏多，尽量的画出这个花瓣的这个质感，花瓣这个肚子啊要圆鼓鼓。再继续画侧瓣，画的时候呢稍微带一点弧形，我们要侧瓣往左边趋势，尽量往左边走，左边的花瓣趋势往右走，右边的趋势往左走，一笔不行呢再补一笔。像这种花苞呢，花瓣一般会比较小吧，碎瓣多画一些，这样显得这个花苞会更有层次。由外到内，内层的花瓣总是比外层的花瓣颜色会深一点点，因为我们画的是这种含苞待放的这种花苞。那么这种花苞的特点就是呢，颜色鲜艳欲滴，姿态优美，调色一定要饱满，水分要掌控好，尽量可以，如果纸厚的话可以多一点水分，如果纸薄的话多调一点白粉，然后再去调颜色。运笔的时候要根据花瓣的这个层次，哪个地方该深，哪个地方该浅。一般正瓣和反瓣交接的地方呢，颜色会深一点点。我们要突出这个花苞的这个含苞待放的这种优美的姿态来，所以用色一定要调得均匀。那么这一笔呢，我们就用正瓣去把花苞包起来。那么就这一笔，我们就能看出花苞已经开始包起来了。所以有时候画画呢，多动脑筋，画就是根据我们想的来画。
如果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可以翻一下我们这个教材，教材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姿态优美的这个花苞。这是第二层的这个正瓣，那外层的正瓣一般画大一些，颜色稍微有一点变化。像我们这个呢，紫红色的这种花苞，就是用蒙紫色调这个玫瑰红，那么深的地方呢，调一点点牡丹红就足够了。继续画外层的花瓣，也是正瓣。这个颜色我们还是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珠标，然后再调蒙紫，然后再调玫瑰红。深的地方还是要回去调一点点的牡丹红吧。像这个地方可以再加一个瓣，直接就是反瓣了。那么现在这边呢，画正瓣，正瓣颜色，跟反瓣稍微有一点区分。我们这个颜色有点偏珠标啊，后面加了一点珠标色，因为不想画的太深，想画出那种唯美的感觉，那么在调色上下功夫。那么这一朵花苞呢，基本上这个样就画好了。花苞不要太大，一般10公分直径或者是6、7公分就足够了。像花心的地方，最好用胭脂去切完了平涂一下就足够了。基本上这个花苞就已经画完了。为了使这个花苞呢层次更丰富，我们可以在外面继续加一层大的吧。这个笔要全部握倒，从左往右推，一层一层的往后推，可以叠加一层。那这一层花瓣尽量画大一些。右侧呢，我们还可以加一层侧瓣，再加个正瓣，这样显得花的层次更丰富一点。那么正瓣的颜色呢，稍微的调深一点点就够了，不要太深，太深了，太抢眼了。所以我们整体这个花瓣颜色都是比较浅的，只稍稍的笔尖调一点点的这个牡丹红就可以。那么这一朵呢，这个姿态就很美，就不用再画了，只需要把外围的或者是边上的这些呢稍微的调整一下，那么这样呢就画完了，不用再画了，可以稍微的修整一下这个花苞的这个造型。一般就是造型留在最后，所以我们一般会大花瓣先不会全部画完，会留一点，留到最后根据造型来调整，看哪个地方需要加，哪个地方需要减。那么画这种花苞呢，也是不要重笔，花无重笔，总体再观察一下，基本上这个样子就画好了。我们接着画下一朵。那么这一朵呢也是非常漂亮的，调色用的是珠标玫瑰红。首先笔调白粉，然后再调玫瑰红，淡淡的玫瑰红。这个时候呢，可以画出这种侧瓣、反瓣，心中把它想象成一个圆哈，左边画一些侧瓣，右边画一些侧瓣。我们基本上把侧瓣想象成一个卷心菜，然后沿着这个花苞的方向去运笔。那么花瓣像这种下垂式的反瓣偏多，所以我们画一层反瓣，再接着画第二层、第三层，直到把所有的画出来，把花苞包起来了，那么这个花苞就算画完。那么现在呢，调第二层颜色的时候，要比第一层的颜色稍微深一点，因为花苞呢越往里内层就包的越漂亮越紧致，所以这花瓣呢越包越小，颜色越来越深。紧接着我们调一点珠标，调一点玫红，画侧瓣。那么这个颜色跟玫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它属于一个色系
一个色系的，我们可以稍稍的在颜色上做出一丁点儿的改变，看它会有什么效果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颜色和玫红进行尝试。起初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好看，所以我就是硬着头皮把它画完，因为我觉得见过这种画应该是挺美的，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我也是经常在这个图片中找一些灵感，有时候自己画的一个颜色画多了没有感觉，所以经常会从这个牡丹素材这本书里找一些花苞，画出不同漂亮的这种颜色，也是要不停的尝试。像这种花苞画起来就跟刚上面几个是一样的，也是先从外到内的画法，然后层层的往内包，颜色就越来越深，层次越来越多，花瓣层次比较多。那这个颜色呢一定要注意。那么我们现在画的全部是浅色，那么现在要画这种正版或者画让它包起来，那么这些花瓣呢颜色会深一点，那正反就会有所区别。像这样呢就一层一层往内包，越包越紧，颜色越来越深，跟前面几个花苞是一样的。我们画的时候要学会举一反三哦。如果花瓣的运笔还不太熟练，那么要把前面1、2、3节课花瓣的运用，花瓣的多看几遍，那么画这种花苞就更加容易。那现在这个颜色深一点，为什么深呢？因为我们要画正瓣呢，要把这个花苞包起来，那么颜色区别开来，那么内层和外层就分得比较清楚。现在这一笔就包起来了，我们继续包其他的。那么这个花苞这样子看就非常漂亮。调色要慢慢的调，我们在外层再加一层这个正瓣。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为难呢，因为不顺手，一点一点的加吧。对，就在这个地方从上往下推，再推一笔，画外侧大花瓣，这运笔要尽量大一点，笔要握倒。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叠加一层，叠加大一点，因为我小细节的地方呢稍微的调整一下，调整完了我们把这个大花瓣全部给补上，那么这个小花苞就漂亮了。就是要一边补一边观察它的这个造型，看怎样好看，那我们就怎样加。切记就是一开始全部加满，然后后面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就不好调整了。就是想清楚，一定要肯定，下笔要肯定，尽量不要去修改，可以做一些细小的调整，这是可以的。就基本上这个颜色要调准，花型啊、结构啊、造型啊，一定要做到胸有成竹，要准确无误。你可以添加花瓣，但是你要是画错了去修改，那会这个颜色会变脏，不好看。所以尽量呢，宁可画的慢一点，那要画的明白一点，画的清楚漂亮一些。一般时间用在哪里呢？在调色上会花很多时间，然后在这个花头的结构上会要考虑一下。那么先画大的，再回去添这种小细节的地方，稍稍的有点颜色填补一下，填充一下都可以。像这种再补一笔，那么这个花苞呢慢慢的就变大了。那么外瓣的这个造型呢，边缘上要有一些
高低起伏、波浪线啊、缺口啊，都要有一些，这样才会显得自然。如果我们像全部画成弧形的，也不太好看。就有一些地方呢，凹进去，有一些地方凸出来，这样显得花瓣的边缘线比较自然。那么整体观察呢，姿态就会更漂亮一些。这个补一笔大了，越往外层的这些花瓣呢，越要画大一些，画的松散一些。可以再补一层，那么这个花苞呢，又慢慢的变大了一点点。如果小了可以变大，但是大了就不能变小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画整体的时候呢，要用手框一框啊，看看我们的花头究竟要多大。小花苞当然就简单，像我们平时这种作品中呢，有一些地方是要增加一些花苞，给画面增添一点生机，增添一点色彩。那么今天花苞呢，就讲到这里啊。我们大家呢，在下面呢，多运笔，多画一画啊。后面我将会再补充一些，等到了一定阶段呢，我就会补充一些更漂亮一些的，把技法呢给大家再加深一些。外侧大花瓣一定用笔要仔细，颜色深浅要得当，小细节的地方也要不放过啊。我们可以扫几笔纹理出来，像这种外侧的这种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我们也可以给它修整修整。一般这种小细节的修是可以的，要是大的修就不行。这个花瓣尽量不要重笔，但同色系的重笔好像问题也不大，但是画叶子就不行。画叶子重笔它会感觉又乱又脏。画花头没有干的时候去调整一下，小地方调整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不建议干了去调整，或者是有重大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去调整，那到时候就会不好看。像这种小细节去调整还是可以。在花心的地方我切的时候呢，我是用的这个牡丹红去切的，颜色不是很深，画出来呢也是蛮漂亮的。那么这个花苞的部分呢，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呢在下面多练习，不懂要来问啊，再见。